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精心照顾了10年的儿子，为了他爸的一套房，选择离开我。他说：“妈妈，你这么辛苦工作，还是不能给我想要的生活，那我就和爸爸一起过吧。”一句话让我10几年的付出像个傻子。他离开后，我开启了新的生活，房子车子我都有后，他后悔了，一口一句：“妈妈，我错了。”然而一切都迟了，我选择亲自把他送进去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今天是我儿子中考最后一天，他一直心心念念想吃海鲜大餐。我和他约定好，考完就给他做。餐厅的海鲜太贵了，我自己买回来还省了不少加工费。他说同学都爱吃生鱼片，我今天就准备了满满一盘，足够他吃了。大闸蟹、鳌虾，再来一盘他最爱的糖醋排骨。忙碌了1个下午，终于在他回来时准备好晚餐。宝贝儿子，快看妈妈今天给你准备了什么。听到开门声，我从阳台改造的小厨房冲了出去，张开双手迎接他，一边帮他脱衣服，一边问他考得怎么样。他故作难过，但怎么逃得过我的火眼金睛？我考不上重点高中，妈妈还会喜欢我吗？我拍拍这个如今比我还高出1个头的儿子的肩膀，当然不会了，你怎么样都是妈妈唯一的孩子。他一听立即笑了，揽着我的肩膀到厨房，跟你开玩笑的，考题很多都是你平时让我做的那些，我有信心。哇，看着他一脸吃惊满足的表情，我也感到开心。妈，这么多好吃的，脸上一热，是臭小鬼开心地亲了我一口，瞬间感觉今天一天的准备没有白费，吃饱喝足。他却没有如以往一般跑开做作业，或者去打游戏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怎么了？是想要钱和朋友出去玩吗？你初中毕业了，但还是未成年人，你们之间至少要有1个家长陪同。他早在考试前就规划着初中毕业后要去哪里玩，没想到他竟然摇摇头。难道是要去他爸爸那过暑假？我们虽然离婚了，但我从来没有阻止他来看孩子。我们的婚姻和孩子并没有关系，只要他爸爸对他好，我不阻止他们往来。以往每年暑假他都会去爸爸那待1个半月。如果要去你爸那，我向你表姐借了高1的书，你平时记得看下，回来我要考你。我话一落，他用力起身，将椅子撞倒，一脸愤慨：读书，你每天就知道读书，我都初中毕业了，还不让我好好玩，烦都烦死了。不过是让他有空时看看书，气性居然这么大。我摇了摇头，转身开始收拾碗筷。半个小时后，我拿了1块榴莲出来。他总说爸爸和奶奶买的榴莲好吃，可这1个就要100来块，我也经不起天天买给他吃，只能挑一些重要日子。想必他看到就会气消了吧。敲了敲门，门被用力打开。儿子，你看。话还没说完，一股力量用力撞开我，我跌倒在地上，榴莲肉掉在地上，盘子瞬间摔成碎片。许碧城，你就是这么对妈妈的吗？我气得怒吼出声。他顿了顿，拖着行李箱头也不回地走了。随着他年纪增长，脾气也越来越大，一言不合甩手走人，一副人人都欠他模样。我身为他的母亲，自认为没有什么对不起他。他想要椰子鞋，我1日兼职几份工作给他买。他想要苹果3件套，我让他考出好成绩后作为奖励。为此，我每天当他睡觉后，开始做手工赚钱，
没想到她回她爸家的第2天就带回来了心心念念的3件套。闺蜜说，我太溺爱她，我没办法给她一个完整的家，却不想让她在物质方面低人一等。我每天打几份工，就是为了让她将来轻松点，有房有车，娶妻生子。哪怕我无条件的包容她，只有在学习方面严加管教，她竟然就忍不得了。这次冷战的时间格外之久，我不同以往的假期，隔几天问候她一句，她同样没有发消息给我，仿佛忘了我这个妈妈。我心痛了几天后，强打起精神，闺蜜给我介绍了一个客户，让我为她定制新婚的珠宝，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，渐渐减少了对她的思念。等开学了，她总会回来，到时候再好好教育她一番。只是没想到，我等来的不是她开学前的后悔，而是要离开我的消息。开学的前1周，她说要回来，为了庆祝她考上重点高中，早早起来将家里布置了一番，花了1个下午的时间做了一桌她喜欢的菜，还买了个她心心念念的鹅排蛋糕。我也想和她分享我暑假工作的喜讯。到了晚上，我对她只剩下了思念，母子哪有隔夜仇。开门声响起，我站在门口的一旁，手里拿着礼花。在她开门的瞬间，礼花炸开，我开心地笑着，恭喜许碧城考上重点高中。张开双手拥抱她时，才看到站在她身后的许英，我的前夫。除了我们搬出来的第1天，他再也没踏进这个门。今天怎么会突然出现？怀里的儿子推了推我的肩膀，妈，我们进去再说。爸，快进来。他懂事地拿了一双拖鞋递给许英。进入客厅，墙上的气球和横幅映入眼帘。程程，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小心思。当初和我打断他的话，还没吃饭吧？要不要一起吃？我下意识地想找许碧城的行李箱，扫视了1周，却没有看到，只有许英手里提着一些礼品。妈，我们吃过才回来的，今天是有些事想和你商量。我内心咯噔一下，仿佛有什么东西要离开我了。他来着一把凳子让许英坐下，又拉着我一同坐在沙发上。空气弥漫着尴尬的氛围。许久后，许碧开口了，一开口就往我心窝里捅刀。我想把许碧城带回去，我尖叫出声，不行，你当初说把孩子给我的。尖锐的声音响彻这个屋子。我上一次发出这种声音还是把许英捉奸在床的时候。我紧紧地握着许碧城的手，一定是许英的阴谋诡计。我和儿子相依为命了15年，他肯定舍不得离开我。对，肯定是许英威胁他的，他推脱不了，才把人带回来，让我帮他拒绝。想明白了这点，我渐渐平稳下来。许英，孩子已经判给我了，你想探视，我从来没有阻止过你，希望你说话算话。许英看着我的眼神里带着一丝怜悯，我甚至不敢去问许碧城，只能死死地盯着许英。一切都是他怂恿的，一定是，不停地自我安慰，仿佛这样就能成真。如果是孩子自己想和我走呢？他还是把这话说了出来，似乎不忍心，撇过头不敢望向我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肯定是你灌了什么迷汤。我激动地站起身子。小时候，我带许碧城回家，家里的长辈总喜欢问他要跟爸爸还是妈妈，他总是毫不犹豫地说要跟我妈。许碧城拉着我的手，让我坐下。原来牵着我的小手，如今已经这么大了。自从他上初中以来，我们很少有这般亲密的动作。妈，放我走吧。他的哀求让我全身的血液倒流。我终于看向他了，他低着头，不敢回望我。你居然用放字？我不敢相信地再问一遍，放我走吧。妈，
我长大了，有自己的选择，你是强留不住我的。哪怕你留我这几年，等我18岁了，依然会离开你。别让我恨你。我看着眼前这个我亲自养了15年的孩子，仿佛不认识了一般。这是我的孩子吗？是那个考试考好了会撒娇向我要礼物的孩子吗？我的孩子呢？我的孩子说恨我。时间在这一瞬间停滞了，心脏好像也没有了跳动。我用力扯着手上的倒刺，可真疼啊！许英，你能不能先回去？我想和许碧城好好谈谈。他起身准备往外走，路过许碧城，被他一把抓住。爸，别放我一个人在这里，我和你一起回家。一起回家，多可笑啊！原来这里他一直没当做自己家。许英拍拍他的肩膀，你和你妈好好聊聊，她照顾你这么多年，一定有很多交代。许碧城一听慌了，声音哽咽，不，你不能走，妈妈会打死我的。噗呲，看着他们父慈子孝，我没忍住笑出声。程程啊，程程，你可真可悲。为了离开你，你亲爱的儿子都选择撒谎了，你还想挽留他？我的内心仿佛出现了一个恶魔，坐在高处，俯视着嘲笑我。我在门口等你吧。许英拉开他的手，到门口给我们留了一定空间。在他说出我会打他时，我就不打算挽留了。从小到大，哪怕是他最调皮捣蛋的时候，我也从来没有打过他。许碧城，我低声问他，我什么时候打过你？回应我的是沉默。我喃喃道，为什么想走？妈妈对你不好吗？他冰冷的语调响起，像没有感情的机器人。爸爸说，我回去他可以给我买一套房子和车，每个月1000的零花钱。等我考上大学，他会给我每个月1万生活费。你知道吗？每次看到同学们穿着昂贵的球鞋，我有多羡慕。我爸能给我的是你一辈子都给不了我的。我不想跟着你受苦了。他越说越激动。你的脑子里永远只有学习，你天天说我不如表姐有头脑，只能靠努力考上重点。你看我这次中考成绩还不是比表姐好。我想打篮球，不想读书。你说打篮球以后养不活自己，读书才是最重要的。可是秦姨家的表哥已经给家里赚了一套房，我这么好的天赋却被你浪费。你永远都是学习，学习，学习。我平静地听着他歇斯底里地发泄着对我的不满。我不想再被你绑架了，我想要属于我自己的生活。你给不了我，但是爸爸和秦姨可以，他们永远支持我的决定。我笑了笑，这就是我捧在手心里的孩子，我的儿子。你知道他是小3吗？我平静地称述着事实，他却跳脚了。不准你这么说他，他不过是和爸爸在不合适的时间遇上对的人。在他们诋毁我时，你是否这样维护过我？你的亲生母亲。我仰头望着这个已经1.80米的儿子，他长得可真高啊。他低着头，小声道，他们说的都是实话，如果不是秦姨，我都不知道爸爸每个月都有寄给你5000的抚养费，而你却从来没花在我身上，还一副为了我打3分工的苦样来扑我，自以为是的感动，让我同情你。我抿着嘴点点头，眼泪随着幅度掉落。这一瞬间，我知道了什么叫做哀莫大于心死。你马上就是成年人了，希望你不要后悔现在做的决定。他不假思索道，永远不会后悔。好，非常好。你看下这边还有什么需要带走的，好好整理下。没等我说完，他急忙打断，什么都不需要，家里都有，没有的可以立马买。好，你走吧，叫你爸进来，我有话和他说。你还好吧？我点点头，表情平静地递给他一个档案袋，里面有张银行卡，密码是他生日。
是我们离婚后你给我的抚养费，等他18岁，心智再成熟些的时候给他吧。这套房子我们住了10年了，在第7年时，房东想要收回卖，是我买了下来，房产证上写了儿子的名字，我会提前还完房贷，等他18岁后，你一并交给他，是卖了还是租出去，由他决定。我能为他做的也就只有这些了，你干嘛不亲自告诉他？我不想吗？是他已经不信任我了，他恨我。一想到这，我心如刀绞。希望你能好好照顾好他。明天我们就去办理过户手续。他张了张嘴，我已经不想再听他说一些自以为的安慰人的话。直到他们离开，许碧城也没有再和我说一句话，哪怕是再见。我跑到顶楼，看着他们离开，车一点一点消失。他没有回头看过我一眼。我养了15年的孩子，走得这么干脆，没有一丝留念。回到屋里，看着墙壁上的装饰品，仿佛在嘲笑我是个小丑。许碧城说的没错，我这10几年来都在自以为是的感动。麻木地回到厨房，将精心准备的晚餐一点点倒掉。花半天做的晚餐，在他眼里不值一提。许碧城肯定会说，爸爸家里都是保姆做饭，出去吃一顿就好，何必浪费这个时间？他应该永远感受不到我为他做饭时所带的爱意。一句夸赞，或者一句辛苦了，就会让我无比欣慰。可是我从来没有得到过。原来我认为的对他好都是自我感动。我到他房间的阳台，将提前为他清洗的衣服收了进来。也许他永远都不需要了。过户手续的办理只花了半个小时。看着户口本上孤零零的一页，像我的心一样空落落的。这个平时总觉得拥挤的小家，现在竟然如此空旷，只剩下我自言自语的回声。为了让他更好的学习，我把唯一的卧室给他住。而我在买到这个房子后，将狭小的厨房打造成我的房间，终于结束了多年来在客厅沙发睡觉的情况。日出日落，这1个月来，我仿佛行尸走肉，灵魂早已不知飘向何处。许碧城没有打来一个电话。刚开学的几天，我像个变态一样，在他们放学时躲在一个角落观察着他。他离开了我，似乎变得更开心，每天和同学嘻嘻哈哈，打打闹闹的离开。我对他一点影响也没有。也是，他还有秦怡，一个完全可以代替我的存在。在我颓废1个月后，我的事业居然得到转机。闺蜜为我介绍的客户看上了我的创意，想让我成为他们的设计师。做一些小饰品不过是我众多的赚钱方式之一。我只想赚点小钱，没想到这泼天的富贵竟然会轮到我。一想到许碧城对我职业羞于出口，他从来不带朋友来家里玩，怕我给他丢人。如今没有了他，我再无后顾之忧了。我花了1周的时间来到首都进行多轮面试。首都的物价可真贵，每天的房费都让我心疼。这些钱够我们母子俩1个月的开销。好在结果是好的，我成功入职了。直到这时，我才敢联系闺蜜告诉她这个好消息。她二话不说，立即请假来见我，顺便把我狠狠骂了一顿，说我浪费钱，直接住她那就行。可她也是有家室的人，我怎么可以打扰他们？她总说我过于敏感，害怕麻烦别人。你来北京了，你的宝贝儿子怎么办？我沉默了一会儿，他回他爸爸呢。他看我不愿多说，也没有勉强我。我们花了2天时间，终于在离公司最近的一个城中村找了一间合适我的一居室。他笑我永远不舍得花钱对自己好点，改变总需要一定的时间。今后我也将为我自己而活。回到那座我曾经不舍得踏出一步的城市，我一下动车就匆匆赶来学校。
等着许碧城放学，当作是最后的告别吧。人群中的他格外耀眼，哪怕乌泱泱的一群人一起出来，我总是能第一眼看到他。我笑着上前，他和同学打闹着，看到我时愣了一下。我站在原地等着他像小时候一样迎向我，而他却选择了拐走。许碧城，我们谈谈。我喊住他，他是谁呀？他身旁的同学不解地问道：家里的亲戚？亲戚吗？现在竟然连妈都不叫了。我本以为麻木的心开始隐隐作痛。你来做什么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尽量保持平静。我是你妈，难道不能来见自己的孩子吗？他侧身躲过，我拉他的手，你快走吧，我没什么想和你说的。看你穿的什么样，邋里邋遢的，我好不容易在朋友面前树立的印象都被你丢光了。我一字一句道：子不嫌母丑，你忘了吗？我现在跟我爸在一起，我有新的妈妈了，她对我比你对我好太多了。她和你一样大，却比你漂亮，会打扮。她来开家长会，同学都羡慕我。这一下，我忘了周遭的环境。当初为了生她，我脸上开始长斑，身材发福。在我坐月子时，许英整天不着家，她妈妈嫌弃我吃得多，没有做家务，整日冷嘲热讽。在许碧城5岁时，我把许英捉奸在床。她是怎么说的？她说：她和你一样的年纪，却比你漂亮，会打扮，善解人意，哪个男人不爱？我变丑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我生了这个儿子，日夜操劳，能不变丑吗？可这个我花了半生心血培养的儿子，居然和他爸用一样的理由嘲笑我。我狠狠甩了他一巴掌，这是我第一次打他。谁都可以说我丑，只有你没有资格。你神经病吧？秦姨说得对，你果然对我有变态一般的控制欲。我看着他，被他气笑了。许碧城，我们恩断义绝，以后不必再叫我妈。他二话没说，跑开了。空中还回响着他的声音：早就不想你当我妈了。回到家中，我开始了10年来的第一次断舍离。以前为了省钱，我一套衣服可以穿几年，而他哪怕是天天穿校服，我依旧给他买了不少衣服，只怕他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。整理了一堆短则2年，长则10余年的衣服，既然要断，便断得干脆吧，不破不立。我拖着沉重的行李离开了这个城市，这一次没有任何留念。春去秋来，一晃眼又是10年，而我也从那个每天打几份工的家庭主妇摇身成为首席设计师。这10年，我在首都拥有了自己的房子，有了豪车，穿着名牌衣服，各种定制的护肤品摆满一桌，再也不是那个为了让他吃满足而不舍得吃一口三文鱼的我。我尝尽了人间美味，游遍祖国大好河川。这10年，我只为我而活，从未有过的轻松舒适。妈，吃饭了。另一道声音响起：快来，我都要饿死了。他们是我领养的孩子。7年前，我喜欢上了徒步旅行。我们来到了一座大山里，那里仿佛世外桃源，空气新鲜的不像话。我们本选择搭帐篷野营，突如其来的暴雨打断我们的计划，不得不向附近的居民求助。也就是在这时，我遇到了他们，2个相依为命的孩子，在昏暗的灯光下努力地学习。哥哥年长些，他做完作业后耐心地教妹妹，他把他的房间让给我，怕我嫌弃，死命地解释被子经常清洗，被子洗得发白，早已看不出花样。这样的他们让我渐渐起了恻隐之心。我尽全力给我儿子最好的学习环境，他却从来不珍惜。我想试试，是不是每个人都像他那样无情。2个孩子的爸妈早早离世，而照顾他们的奶奶也在去年离开了他们。结束9年义务教育，
男孩哪怕学习再好，也没有钱交学费继续深造。我思索了片刻，我资助你和妹妹到大学前的所有学费和生活费。如果你将来有机会到首都，便按照这个地址来找我。我没有同其他人一样每一学期给一次生活费，而是一次性全部给他。我想知道他能不能顶得住这么大的金钱诱惑，哪怕他最后如同许碧城一样，因为金钱而迷失，也不会比现在生活的更差，不是吗？令我意外的是，他做到了。哥哥考到了国内的最高首府，而妹妹在2年后也考上了和哥哥同一所大学。他们在周5时打来了电话，我接到电话时几乎不敢相信。周末我约着他们来到一家餐厅，我刻意换上一身没有任何 logo 的衣服，再次见到他们，我都认不出来了。他们面色红润，衣服干净整洁，脸上带着自信的笑容，瞬间觉得自己当初一时冲动的决定没有错。妹妹如今变得十分开朗，嘴甜的一句一个姨。哥哥还有些拘谨，却含笑地看着妹妹，很欣慰这世界上还有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的人。看着他们健康成长，我竟然有些热泪盈眶。我从他们身上仿佛看到了我期许的许碧城。在临近结束时，哥哥递给我一个厚厚的信封，里面是我当初资助他们的钱。阿姨，我们先还你1/3，等我毕业了，很快就能把剩下的还给你。这孩子真是实诚。你们留了备用金和生活费吗？二人立即点点头，一看就在说谎。我打开信封，抽取了一部分出来递给他们。人总有生病的时候，身上一定要备有一部分急救的钱。阿姨不急着要回这笔钱，我调皮地笑了笑。况且我已经知道你们的学习，如果敢跑路，我就去你们学校找你们。二人一听，这才收下。都在首都，我们的来往渐渐密切，直到后来我生病，这成为我们更进一步的契机。我生病了，需要骨髓移植，医生建议我最好联系直系亲属。我第一个想到了许碧城，我满怀期待地打了个电话给他，得到却是他的侮辱谩骂。我都和你断绝关系了，你怎么还阴魂不散？骨髓移植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不是和表姐他们好吗？让他们给你移植啊！只有在这个时候想起我，早些年死哪里去了？老子不伺候你，死了也不要给我打电话。从头到尾，我只开口说了几句话。我将那个用了几10年的手机卡拔了出来，丢进厕所。他说的对，我们已经断绝关系了。我躺在病床上，闻着消毒水的味道，内心渐渐平静。死似乎也没有什么可怕的，但是很快医院就和我说匹配到了合适的骨髓，对方自愿赠予，不需要任何费用。这世界哪有无缘无故的好？我自然不信。我让闺蜜悄悄查看对方是谁，令我没想到的是，居然是哥哥程优。我假意不知道，试探他们。我不否认我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，哪怕是亲生儿子也会算计我，更何况是他们。半年过去了，他们依旧和平时无异，那颗干枯多年的心如久逢甘露，被兄妹俩一点点填满。我认兄妹俩为儿子女儿，兄妹俩怕我寂寞，只要周末有空就来看我，絮絮叨叨说着学校的趣事，给我做他们的新学的菜品。妈，你女儿我要饿死了。程家的声音打断了我的回忆，看到他们，曾经的遗憾也不复存在。在我以为就要这样快乐地度过余生时，我那个不孝子居然出现在家门口。我曾经幻想过25岁的许碧城，或是研究生毕业，或者工作刚起步没多久，他会经常抱怨工作有多难，找工作多不容易。
但却没想到会是面前这样一副大腹便便、眼下发黑的模样。恰逢寒假，他表姐要结婚了，我带着兄妹俩回老家探亲，家里的亲戚理解我的不易，他们很开心我能拥有2个这么懂事的宝贝。自从爸妈过世后，老屋只有我一个人，如今多了许多活气。看着兄妹俩熟练地拿起扫把打扫家里的模样，回想以往带许碧城回来时，他永远一副老大爷的模样，眼里永远没有活，叫一句才会动一下，只有我伺候他的份，没有我享福的时候。现在大不同了，兄妹2人嫌我碍事，直接把我赶出门，让我去串门。我知道是他们不想让我劳累，这2孩子真是可爱。等我接到他们电话回来时，连午饭都备好了。程优成熟稳重，程家活泼可爱。我想这是我这几年过得最好的一个年了。直到他表姐结婚后的第2天，我们母子3人正坐在屋子前的小院子嗑着瓜子，逗着邻家的小奶狗。许碧城走了进来，毫无防备的我当场愣住了。妈，怎么了？程优的叫声让我回过神，还没等我说话，就看到许碧城一脸怒气地看着程优。你叫他什么？妈。程家被他吓到了，抱着我的手道：妈，咱们回屋里吧。我点点头，正准备回去，却被许碧城用力拉住手臂。程优见状，立即扯开他的手。你干嘛？把我妈都捏疼了，小心我报警。聪明如他们，怎么会猜不到眼前这个人是我的亲生儿子？报警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别和我说你是他的私生子。我的脑袋仿佛有一辆钻子，钻得我生疼。我回过身，看着眼前已经是我体积2倍的庞然大物道，来找我做什么？他突然跪下了，扬起了地上的灰尘。小奶狗见状，呜呜直叫，叼着他的衣服往外拉。许碧城毫不犹豫一挥手，将小奶狗打跑。小奶狗滚了几圈，程家冲上前查看他是否受伤。还记得小时候的他可喜欢小动物了，时常央求着我收养一只，如今竟然对着一只还没断奶的小狗都能下此毒手。我的儿终究和我所期望的样子背道而驰。哦不，他早就不是我的儿了。我的儿子礼貌懂事。我紧了紧程优扶着我的手，他拍拍我的肩膀，向前站了一步，以一个守护的姿态保护着我。妈，我错了，妈原谅我。许碧城一步步朝我跪来，我看着这个一脸虚情假意的人，不为所动。我生命攸关时，他的谩骂声我还没忘记。不要说这些客套话，说说你究竟想干嘛？我毫不留情打断他想叙旧的做法。妈，我只是想你了，怕你晚年无人照顾，特地来接你回家。他仰起头，肥头大耳，装着深情的模样，这演技还不如猪。不用了，我的孩子会好好照顾好我。我挥挥手，像赶苍蝇一般想赶走他，可惜他长得像猪，脸皮却比猪厚。妈，你孙子已经1岁了，你不想看看他吗？竟然已经结婚生子了，这难道不更讽刺吗？嘴里喊着妈，却连最起码的邀请都没有。你可不要乱说，我儿子女儿都还是清北大学的学生，这母慈子孝的戏码不适合我。我准备离开时，他又道：就是他们比我会读书，所以你选择他们吗？如果我也考上清北，你是不是就不会这样看不起我？这世间没有如果，我曾经把最好走的路摆在你面前，是你选择了你想要的人生，你就要对此负责。我带着他们当着他的面将这扇大门关上，我以为以他的自尊心，这件事到此为止。没想到晚上他又来了，他和前去买夜宵的兄妹俩撞个正着。
你以为读书好就可以分到我妈的财产吗？想得美！我妈是个自私的人，才不会把财产给你。程优道：妈妈很好，你不要随意诋毁她。鸦有反哺之恩，而你连动物都不如。许碧城一听怒了：你他妈骂我畜生不如，我打死你！程优躲闪不及，被打了一脸血。程家见状，赶紧冲回来喊救兵。等我到时，程优被打得蜷缩成一团，地上满是血迹。我的心仿佛停止了跳动。走开，许碧城，不要再打了！我哭着冲上前想拉开许碧城，可他如今打红了眼，根本不管眼前的是谁，冲着我就是一拳。我下意识地闭上眼，却没等到疼痛，身上一沉，却是程优爬起身为我挡下这一拳。妈，你快跑！他说完这句话，身子一软，昏迷了过去。我吓得全身发抖，指挥着程家打120，摸着已经看不清样子的脸，我的心仿佛如刀割般疼痛。这是我的孩子，他不能出事。原来我对他们的感情早已经深入骨髓。你不能出事，出事了，妈妈该怎么办？半天没听到程家的声音，我慌乱地抬头找寻他，却见他瘦小的身子不停地颤抖，却坚定地挡在我的身前，仿佛他多走一步，他就会找他拼命。和我没有任何血缘的孩子可以以命相护，而他，我的亲儿子，只想着利益。程优脑震荡，脸上的伤引发感染，需要住院几天。许碧城被拘留了，我亲自报的警。程优醒后第一件事问的居然是许碧城进去了吗？原来他是故意挨打的，找到有摄像头的地方激怒许碧城，躲开重要部位，营造一副伤势严重的样子。我气得直接伸手用指甲掐起他腰间没受伤的肉，来了个180度旋转。妈，他笑嘻嘻道：我错了。见我还不放手，他直呼头晕。现在知道卖惨了，早干嘛去了，也不怕妈心疼。我说着说着，眼泪就止不住掉了出来。程优赶紧招呼程家来安慰我，我却哭得更厉害，仿佛要把10年前的悲痛一次性发泄出来，是心疼自己，也是心疼他们。哪怕他们看着再成熟稳重，却也敏感。在看见许碧城的一瞬间，他们担心自己会不会被我抛弃，会不会再次成为孤儿。吓唬许碧城的方式有千万种，而程优只能用这种激烈的手段试探卖惨，仅此一次。他抢答道：下不为例。经过我多方查询才知道，在我离开后，许碧城过得如何。高一上学期，许碧城还有肌肉记忆，哪怕在重点高中，成绩依然名列前茅。高一下学期开始慢慢下降，文理分班后更是一落千丈。许是因为对他的亏欠，并且他自己本身也就初中毕业，他始终认为读书无用功，因此对学习这一块从来不会管他。秦女士则采取捧杀的手段，除了学习，许碧城想学什么，他都鼎力支持。我说过，他没有读书的天赋，只能靠勤奋才能勉强跟上。如今连勤奋都没有，只能靠着他爸一学期几万的学费，勉强上了个本科。秦女士和许英结婚多年，始终没有孩子。为了拉近和许碧城的关系，他主动给他介绍了自己家亲戚的孩子。正值青春冲动期的许碧城怎么能忍住？一来二去，两人便成为了情侣，奉子成婚。许碧城自认为作为许英唯一的儿子，自然而然可以继承他的家产，不求上进。只是男人偷过一次，就会有无数次。1年前，许英带着一个女人回来，他们的手里牵着一个男孩，孩子9岁了，也就是在他接许碧城回家的那年怀上的。许碧城崩溃了，
他深知这对他有多不利。许英的一句话让他突然想起了我。碧城，这是你亲弟弟，以后你要承担起做哥哥的责任。你弟弟是读书的好苗子，每次考试都是班级第1名，我要把他好好培养成才。许碧城怒了，大吼道：那我呢？你怎么不像我妈一样督促我，而是天天和我灌输读书无用功？不是你不愿意读书，你忘了当初你是怎么骂你妈的吗？你说你恨她管你学习，她才会一走了之。许碧城沉默了，因为他说的一切都是事实。后来他学着创业，可惜失败了。直到我今天带着2个孩子回来过春节，他从发小那得知了这件事，立即有了危机感。他始终认为我只有他一个儿子，我就会无条件偏爱他。但我如今又多了2个孩子，他急了，回到了这个10年来从未回过的老家，上演了一出负荆请罪的戏码。程优在第3天便出院了，亲戚街坊邻居都来看望他。谁不喜欢成绩好、勤快又孝顺的小孩？10天后，许碧城被放了出来。我们和他表姐坐在院子里晒着太阳，打着麻将，好不快活。许碧城不死心，再次跑来。这10天的牢狱生活让他收敛了不少，不敢动手，却出口成脏：妈，你就这么讨厌我吗？再怎么说我也是你的亲儿子，等你死了，你财产的第1继承人还是我。我劝你对我好点，免得死后都没有人给你安葬。我气得全身发抖，我养的儿子怎么会变成这样的歪瓜裂枣？究竟是我哪一步做错了？手上一暖，兄妹俩一人握着我的一只手。程优，不劳你费心，我妈现在还年轻呢，走出去，谁都说是我们姐姐。听到这话，我噗呲一声笑了。难得看程优这么一本正经地说彩虹屁，我拍拍他们的手安抚道：妈上半辈子欠他的也已经还清了，下半辈子咱母子3人好好过日子。人之初，性本恶，在许碧城这里发挥得淋漓尽致，只可惜我用了15年也没有教会他感恩。许碧城属于你的财产，我在你18岁时已经给你了，那一套房子以及银行卡里的钱，只要你不乱花，哪怕是利息也足够满足你日常开销。他一听气笑了，指着我吐了一口口水。我呸，你还好意思说？才100万，花2天就没了，况且里面有一半都是我爸给我的生活费，你好意思把这个也算上？哈哈哈哈哈！我情不自禁笑出了声。多么愚蠢的问题呀！这些钱哪来的？难不成你平日的开销都不用花钱吗？这些钱是我一天打3份被你瞧不起的工作一点点省下来的。怎么了？如今看我飞黄腾达了，想要的更多。我一步步向他走去，直到我向你打电话求助前，我那个手机从来没有停机过，哪怕你偶尔打来一个电话，我也不至于对你失望至此。我点着他的心道，何况是你那天喊着死了也不要给你打电话，你巴不得我早点死吧，这样你才能拥有全部遗产。只可惜了，我的孩子们给了我第2次生命。我靠近他，为他理了理领口，如同他还在家的时候，嘴里轻声说着：你知道我有多少钱吗？上千万，可惜都不是你的，你不配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不过是我10月怀胎生下的废物，看他们比你好看，比你聪明，比你孝顺，我何必要个残次品？许碧城牙咬得咯咯作响，他一手掐着我，嘴里喊着：我掐死你，你这个贱人，掐死你了，钱就是我的。下一秒就被伺机而动的程优拉开，连最真实的话你都听不得，你还有什么用呢？废物！这时表姐突然冲了出来，对着许碧城
就是一巴掌，你他妈生出来就是个祸害。小姨生你时大出血，用了半条命保下你。离婚时，我们都劝小姨不要你，是你抓着她的手不放，你一口一句要跟妈妈走，小姨才放弃一半的离婚财产换了你。要不是你，小姨也不会这么辛苦。小时候你仗着人高马大学会霸凌那一套，是小姨跪着求对方原谅你，他不过是把你关起来饿你几天，用你的手法让你知道霸凌的危害，你就在我面前诅咒小姨去死。要不是小姨严厉管教，你早进劳改所了，你就是个养不熟恶魔。难怪他后来不愿意和许碧城一起玩，而许碧城也越来越讨厌他，原来是被他知道了内心最阴暗的一面。我再次选择报警，这次我报案的理由是入室杀人。许碧城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请求我庭外和解。他的老婆带着孩子，请我原谅。我给了他一笔钱，让他带着孩子重新生活。他直直跪下，感谢我的救命之恩。原来是许英的私生子回来后，许碧城成日买醉，他劝他，他便开始动手打他。他为了孩子忍气吞声，现在有机会了，他毫不犹豫选择离婚，一个人带着孩子回到老家。而秦女士整日和外室斗得不可开交，根本不理会他的苦楚，甚至为了讨好许碧城，一次次和稀泥。现在他回家将这些年所受的苦一一告诉给家人，秦女士也落得里外不是人的下场。最终许英还是和他离婚了，娶了那个男孩的妈妈。直到他生病时，才发现这个他引以为傲的孩子竟然不是他的亲生儿子。病魔取走了他的生命，他的财产被外人瓜分。因果报应，许碧城告我没有尽到母亲抚养他的职责，却被驳回了。我呈上了他辱骂我、多次想打我的证据，最终判定我的财产和他并无任何瓜葛。回到首都，我找到律师，重新立了一份遗嘱，将原本给许碧城的30%的遗产平分给兄妹俩。这一次我真的放下，只有拥有真心的人才会珍惜他人的善意，而许碧城永远也不能理解真心二字。故事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结婚5年，我生下一对龙凤胎，婆婆重男轻女，将儿子养成一副横行霸道的样子。直到儿子把女儿推下楼梯，我才知道，原来儿子不是我亲生的。这么多年，我竟是替老公和别人养孩子。后来当儿子酿成大错，老公想要教训他时，我反手给老公一巴掌。儿子还这么小，你怎么忍心下手？既不是我的孩子，那我就为这个家的破灭再添些柴。我和赵栋结婚5年，才生下一对龙凤胎。婆婆从我怀孕起就和我们住在一起，孩子们渐渐长大，婆婆重男轻女的本性暴露得一览无余。家里有什么好吃的、好玩的，婆婆都只会给儿子，女儿什么都没有。但凡女儿和儿子争抢，婆婆就会破口大骂，什么赔钱货也想要我金孙的东西。我第一次听到时十分震惊，不满地看向婆婆，妈，你怎么这样和倩倩说话？倩倩也是你的孙女，你不能厚此薄彼。婆婆撇撇嘴，只有小杰才是我的乖孙，赔钱货才不是。说完便把东西拿走哄儿子去了。我和赵栋提过好几次这个事情，可是赵栋却不以为意，说村里都是这样，婆婆只是刀子嘴豆腐心，婆婆怎么说也不听。我只好对女儿更好一些，没想到反而惹来了婆婆的指责。2个孩子过12岁生日时，我给女儿买了漂亮的娃娃，
这娃娃是女儿想要好久的，所以我便想着女儿生日时买来送她。同样，我也给儿子买了他喜欢的玩具。邻居王庆来我家给2个孩子过生日，看到了女儿的娃娃，有些惊讶。佳宁，你给倩倩送了这个娃娃呀？我之前看到可贵了。婆婆一听到价格，便过来询问，这个娃娃多少钱？王庆笑着说，好像得2000吧。这下子捅到了婆婆的心窝了。婆婆瞪着我，你怎么给这赔钱货买这么贵的东西？我皱着眉，却还是耐心解释道，倩倩之前考了全班第1，我当时就想奖励她，正好碰到生日了，我就买了她想要的娃娃。没想到婆婆听了更加生气，一个小丫头片子，家里供她读书就是她的荣幸了。像我们村那些丫头，到了年纪就直接送去打工了，你还给她买这么贵的东西，真是糟蹋我儿子的钱，我们家的家业都要被你败光了，以后能给小杰留下什么？看着外人在，我强忍着怒气，妈，今天是俩孩子的生日，你说这些干什么？而且这钱也不是赵栋的，是我的钱，你的钱不就是我儿子的钱吗？你有这钱都可以给小杰买更好的礼物了。没想到婆婆反而不依不饶起来，我正准备说什么，儿子一把将女儿的娃娃摔到地上，精美的娃娃瞬间4分5裂。我一下怒火中烧，想要教训儿子，可婆婆和王庆却拦住了我。婆婆挡在儿子的身前，王庆在一旁安慰儿子，看上去我倒像个后妈。婆婆大声嚷嚷道，要不是你给那丫头买这么贵的娃娃，小杰会这样吗？要怪也只能怪你自己，小杰的礼物也是这么贵，他凭什么摔妹妹的娃娃？我还想说什么，赵栋这时回来了，他皱着眉对我说道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向赵栋说了整个事情，没想到赵栋却不站在我这边，这点小事有什么好吵的？我儿子也不是故意的。看着赵栋这个态度，我更加生气。好，儿子是宝贝儿子，女儿就是捡来的，我们走就是。我带着女儿回到了我爸妈家，下定决心，他们不来道歉，我绝不回去。可我没想到，没过几天，学校老师就打来电话，说我女儿被儿子推下楼梯，送到医院了。我听到消息，感觉全身像是被冻住一样，好半天才找到自己的声音。老师，那我女儿有事吗？没有大碍，可能骨折了，具体还得问问医生。说完，他给了我医院的地址。我匆匆赶去，发现赵栋和婆婆也在。我着急地问医生女儿的情况，医生说没大碍，就是胳膊和腿有些骨折，需要休养几个月，让我先去缴费。我一脸火气地看着赵栋和婆婆，问道：小杰呢？赵栋轻咳一声，我们把小杰送到王庆那去了。倩倩摔了以后，小杰也被吓到了。我压制住内心的怒火，先去缴费。对于这个被养歪的儿子，我感到十分无力。我不是没抗争过，可每次婆婆又会趁我不在，对儿子胡乱教育。缴完费回来，路过一个走廊，我突然听到赵栋和婆婆的对话：儿子，你说佳宁要是真的为了那丫头片子怪小杰怎么办？那是他儿子，他最多不过气几天，别担心。妈，他连小杰摔坏一个娃娃都能生气这么久，要我说，难怪不是亲妈，不然谁会和孩子生这么久的气？婆婆不满地说道。什么意思？什么不是亲妈？我想再凑近听，却发现婆婆和赵栋已经走了。小杰不是我的孩子，不可能。我当年怀的是双胞胎。我怀着重重疑惑回到病房，安顿好女儿在医院的一切后，我们回家了。车上赵栋跟我叮嘱，小杰不小心推了妹妹，
也被吓到了。回去的时候你别怪她。婆婆也插话道：就是那丫头自己没站好，掉了下去，还累得小杰受到了惊吓。我心中怀着疑问，便强忍怒气没理他们。回到家中，我去王沁那接儿子，儿子不仅没有难过的样子，反而一脸生气地看着我：你来干什么？我不要你做妈妈了，我要王阿姨做妈妈，你只会凶我。王沁脸上露出不好意思的表情，连忙劝我：你别和小杰计较，他来的时候被吓到了，你是他妈妈，他怎么会不认你呢？我没错过王沁眼里的一丝得意，我脸上挤出笑容：小杰，妈妈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来跟妈妈回家。王沁有些意外，我没生气，我把儿子带回家，没对他责备。我偷偷取了几根他的头发。第二天我去看女儿的时候，把头发送过去检验 DNA， 没想到结果却让我大为震惊，小杰不是我的孩子。我又将女儿的头发送去检验，检查结果显示女儿是我的孩子。联想到昨天婆婆说的那句话，我一下子明白了，怪不得我当年的肚子和别人怀单胎的肚子一样大，却生出了7斤的女儿和8斤的儿子。原来我替别人养了10多年的孩子，赵栋和婆婆都知情，甚至这件事就是他们策划好的。我怀孕的时候，婆婆总以医院检查有辐射为由，不让我做孕检。在我的反对下，大家都各退了一步，他们不让我频繁地做检查，只让我去王沁所在的医院做，说王沁正好是妇科医生，有熟人检查更稳妥。但做什么检查，怎么做都是王沁给我安排。每次拿报告的时候，也是婆婆去拿，因为王沁是医生，她说什么我都相信。我也从未怀疑过整个检查过程是否有问题。原来从我怀孕开始，他们就已经计划好了一切。我的手指狠狠掐进手掌，这孩子的母亲是谁？我回想起昨晚王沁眼里的得意，王沁和小杰5分像的面孔，又想起12年前，王沁臃肿的身材突然恢复了苗条。一个猜测出现我脑子里：好啊，他们蒙蔽了我10多年，又伤害我女儿，就别怪我出手无情。我若无其事地回到家中，在网上定制几个摄像头。我需要找出赵栋出轨的证据，让他成为离婚的过失方。一想到和我在一起这么久的男人出轨，我就觉得恶心。回来以后，我不再管教儿子，平时他就被他奶奶宠得横行霸道。如今我不管他，他更加无法无天了。家里但凡来了亲戚，他都用恶作剧把别人赶走。婆婆不但不会斥责他，反而夸赞他，不愧是我的乖孙，多聪明。久而久之，赵栋那边的亲戚渐渐和他断了来往。赵栋想要求人帮忙的时候，都找不到人。这天下午，我和婆婆带着儿子准备去医院看女儿，谁知儿子嫌婆婆走得慢，竟一手将婆婆推下台阶。婆婆反应不及，跌倒在地，痛苦地呻吟着。我把婆婆拉起来，准备做样子呵斥儿子。婆婆急忙拦住我，龇牙咧嘴地说：小杰也不是故意的。而后她又夸赞儿子：乖孙力气真大，一看以后就有出息，我们老赵家可要享福了。儿子听了越发觉得自己厉害，路上趁婆婆不注意，又推了婆婆几次。看着婆婆一身狼狈，我只感觉到好笑，自己宠的孙子就自己承受吧。儿子在学校不断做坏事，欺负女同学，对老师做恶作剧，和别人打架。学校找了好几次家长，我每次都让婆婆去。没过多久，学校就把儿子开除了。赵栋愁得到处替儿子找新学校，婆婆却不以为意，
那个学校把乖孙开除了，也不是什么好学校，这样的学校不读也罢。我乖孙将来是做大事的人，在家多待一段时间又怎么了？妈，现在小杰快要小升初了。赵栋有些着急，这有什么？你以前还比别人晚上几年学呢，现在不一样，有出息。赵栋说不过婆婆，便把目光转向我。我一改以前的态度，安慰赵栋：妈说得对，小时候乖巧的人，大了未必有出息。儿子这样多活泼，一看以后就能做大事，在家多待一段时间也没关系。赵栋有些意外，你以前不是对儿子管得挺严吗？我在心中冷笑一声，原来我以前不让儿子走歪路，就是管教严厉。我朝赵栋笑笑，还是妈说的对，男孩子小时候调皮一些也很正常，以前是我想错了。婆婆向我投来赞赏的眼光，赵栋见说不过我和婆婆，便只好作罢。没想到王庆反而急了起来，他隔三差五的就来我家做客，话里话外地问我怎么不给儿子找学校。我拿出婆婆的那套说辞给他，他有些着急。佳宁，不是我说你，小孩子不懂事，你得教教他呀。孙姨年纪大了，难免有时糊涂，你可不能让他误了小杰的未来。以前我管教儿子的时候，他要出来当好人，现在我不管了，他反而急了。我装作为难的样子，你也知道我婆婆的性格，她是向来不听我说的。我最近想想她说的话，也觉得有几分道理。男孩子管教太多，反而影响发展，以后养成唯唯诺诺的样子怎么办？现在这样正好，你可不要在小杰面前说什么，影响他的天性。这话以前是王庆说的，如今我照搬给他，他反而哽住了。见我这边劝说无效，他又去找了赵栋。可是没想到他和赵栋的对话被儿子听到了，儿子十分生气，于是在他出门的时候将他推下楼梯。这次他可没有婆婆幸运，他的身下很快就冒出了一滩血。赵栋着急地把他送到医院，医院检查出来他小产了。小产，这孩子是赵栋的。看着赵栋着急的样子，我心中更确定了几分，这对狗男女在我眼皮子底下又做出了这种事情。看着痛苦的王庆和安慰他的赵栋，我感到一阵畅快，被自己孩子折磨的感觉不好受吧。临走时，王庆还劝赵栋不要怪小杰。婆婆听说那个未成型的孩子是个女孩，连医院都没有去。回来以后，赵栋怒不可遏地想要教训儿子，他将儿子按在沙发上打，儿子哭喊不停。我冲上去，反手给他一巴掌。儿子还这么小，你怎么忍心下手？赵栋被我打懵了，有些生气。还不是你管不好孩子，让孩子做出这样的事情。小杰怎么了？明明是王庆自己没站好，你怪小杰干什么？他一个10来岁的孩子懂什么？婆婆也出来，趴到儿子身上哭喊着：你打小杰干什么？要打就打我，我乖孙多金贵啊，不就是个没成型的丫头片子吗？王庆他自己没保护好，怪小杰做什么？赵栋被婆婆这一出闹得慌了神，生怕被我发现端倪，连忙阻止道：妈，你说什么呢？小杰做了错事，我这是在管教他，不然还不知道他以后捅出多大篓子。婆婆依然不依不饶，你打也打了，还想怎么样？难不成还想让小杰给那没福气的赔钱货赔命不成？你就不怕祖宗怪罪吗？眼看着婆婆越说越离谱，赵栋生怕她再说出些什么，只好妥协道：好好好，我不打了，行吧？听到这句话后，婆婆才满意的带着儿子回了房间，细心哄着。王庆很快就出院了，
我将到货了的摄像头安在了卧室和客厅。以前每周六我都会带着孩子去看我爸妈，如今想来，王庆多半是那天来我家和赵栋厮混。今天周六，我假装公司有事需要回去加班，婆婆也带着儿子出去了。我坐在车里查看家里的监控录像，没过多久，王庆就来了。他一进门就扑进赵栋的怀里，哭得好不委屈。阿栋，我们女儿没有了。赵栋连忙抱着他安慰，没关系，庆庆，我们以后还会有的。你已经替我生了一个儿子了。小杰果然是他的孩子。王庆抹了抹眼泪，说起小杰，也不知道佳宁安的什么心，孩子被开除了，也不想办法让孩子去新学校，反而让孩子在家耽搁着。果然不是亲妈，不会在意。可能佳宁还在生气小杰把倩倩推下台阶吧。赵栋也有些不满。王庆撇了撇嘴，他也真是，小杰好歹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，以后可是要给赵家传宗接代的。他倒好，不注重小杰，反而把一个女孩子看得这么重，真是本末倒置。赵栋连忙哄他，好了好了，不要想这些糟心事了，咱们再生一个儿子。说完，他把王庆抱进了卧室。我看着摄像头里的一幕幕，只觉得胃里在翻滚，自己这么多年的青春都喂狗了。我和赵栋结婚的时候，他家条件远没有我家好，可我从来都不在乎这些。我爸妈看在他上进的份上，也同意了。没想到他早就和王庆厮混在一起，怪不得当初我怀孕后期，婆婆在家的时间变少了，原来是因为王庆怀了儿子，她要去照顾。所幸因为我和赵栋家庭的差距，婚前我爸妈就让赵栋签了协议，我婚前的房子和赵栋没有一点关系。婆婆三番五次想让我把婚前的房子过到儿子名下，我都没同意。现在想来，他们早就算计好了一切。我将赵栋出轨的证据保存下来，趁他们还没结束，准备冲进去抓奸。我一脚踢开房门，床上的两个人像是受到了惊吓一般，纷纷转过头看向我。看到是我，他们瞬间慌了。不等他们开口说话，我一个巴掌甩到他们两个人的脸上，他们的脸瞬间红了起来。一个清晰的巴掌印映在我的眼前，这一巴掌我用了好大的力，打得我手都痛了。可是我心里却痛快得很。他们震惊地看着我，想说什么话，仿佛都忘了似的。我反手又给了他们一巴掌。我想再打下去的时候，赵栋突然反应了过来，急忙拉住我的手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我冷哼一声，做什么？收拾你们这对不要脸的奸夫淫妇。王庆像是被我这句话刺激到了一样，捂着脸倒在赵栋的怀里，哭得十分委屈。赵栋如同找到了力量一般，朝我吼道：你骂谁呢？我和王庆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呢？哦，原来是结婚前你们就勾结在一起了。好啊，这段对话我录下来了，你就等着净身出户吧。我一边说着，一边抓住王庆的头发，把他从赵栋怀里拽出来，摔到地上。他哭到一半的眼泪都收回去了，愣愣地看着我。赵栋想要上来抢我的手机，我一脚把他踹到墙角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勤加锻炼，现在终于发挥了出来。赵栋这个常年坐办公室的，当然敌不过我。王庆看到赵栋被踹倒在地，尖叫一声，连忙扶起赵栋。我看着他们这副狼狈的样子，满意了，直接出门回了我爸妈家。没想到第二天，赵栋和婆婆就找上门了。我爸妈开了门，婆婆进来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指责我昨天不该对赵栋动手。我也丝毫不给他们留情面，大声嚷嚷道：怎么，你儿子出轨那么多年，
我动手打几下都不行了。我爸妈才从我嘴里知道这件事情，瞪着赵栋和婆婆：“亲家，你们什么意思？”婆婆连忙陪笑：“误会，都是误会。”说完，婆婆便把门关上了，隔绝了外面想要一探究竟的邻居。我嗤笑一声，看向赵栋：“没得商量，离婚，你净身出户。”婆婆听到净身出户，眼睛一下瞪圆了：“不可能，我们不可能离婚。阿栋不过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，你作为他老婆，一点包容心都没有，还这么恶毒，想拿走全部家产。他出轨也是你逼的，要离也行，除非你净身出户。你可得想清楚，离了你就是个破鞋了。以后哪个男人愿意要你？像你这样的女人，倒贴我们村的大傻子，他都不要。”看到婆婆这副愚蠢而贪婪的样子，我不禁气笑了，给了她2巴掌。不会说话就把你喷粪的嘴闭上。以前是尊重你才懒得跟你计较，现在我可不会让着你了。赵栋看到婆婆被打，连忙冲我吼道：“你疯了，连我妈都打！”婆婆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想上来找我拼命。我爸直接拦住了婆婆：“亲家，你们要是不会好好说话，我不介意让你们今天走不出这个门。”我爸以前可是拳击手，几个赵栋都不够他看的。赵栋和婆婆瞬间老实了。我冷冷地看着赵栋：2个选项：1. 离婚，你净身出户；2. 我拿着这些证据去单位举报你们，你和王庆全部都得滚蛋。赵栋一脸愤怒：“你一点情面都不给吗？”我翻了个白眼：“你一个出轨男，自己都不要脸，还想让别人给你脸？城墙都没你脸皮厚。”赵栋为了他今天的职位付出了多少，我很清楚，他不可能愿意放弃如今在工作上的一切。他犹豫了片刻：“净身出户不可能，财产可以多分你一点，儿子归我，女儿归你。那家里那套房子给我，家里那套房子位置好，环境好，这些年花光了我们所有的积蓄。”不行！婆婆和赵栋异口同声。我冷笑了几声：“赵栋，你领导最近要升职了吧？那个位置可空出来了，你也不想在这个节骨眼上出错吧？”他咬咬牙，最后还是同意了。我现在首要的目标就是先离婚，离了婚我再慢慢报复他们。说起来，我还要感谢小杰那一推将王庆送进了医院。我在去医院的路上，看到了一个脸上布满刀疤的男人，他一路走进了王庆的病房。王庆看到他十分惊慌，从他们的对话里，我知道王庆在和赵栋好上之前就已经和这个男人有一腿了，只是怀孕的时候，王庆自己也不知道孩子到底是谁的。但是赵栋当时已经在事业上起步了，而这个男人无所事事，所以他和这个男人彻底断了。只是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这个男人又来找他了。我回家之后就取了赵栋和小杰的头发去做检验，果然小杰不是赵栋的儿子。要是赵栋和婆婆最后知道他们捧在手心里的孩子不是赵家的种，那可就有意思了。成功离婚之后，我松了一口气。没想到我这边刚离婚，王庆就发了要准备结婚的朋友圈，配的文案是兜兜转转还是我们。我嗤笑一声，他们现在越高兴，婚礼的时候就会越痛苦。我会给他们送份大礼，让大家都看看这个亲子鉴定。没想到还没等到结婚，婆婆又来了，还带着一堆早已没联系的七大姑八大姨。他们在门口大声嚷嚷，街坊邻居都被吸引出来了。看到我出来，婆婆连忙上前，声情并茂地哭着：“佳宁，小杰出事了，他被人打进医院了，医生说要很大一笔手术费，不然就不给小杰做手术。”
我皱了皱眉，怎么回事？婆婆继续说道：你们离婚之后，小杰心情一直不好，说想妈妈，然后就想出来找你。谁知道遇到一群街边混混，他们就把小杰打了一顿。一听到婆婆这样说，我就知道这件事有假。小杰被婆婆宠得不知天高地厚，对我厌恶至极，根本不可能舍不得我。她甚至巴不得少一个人管她。我似笑非笑地看着婆婆，那小杰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在哪个医院？婆婆像是背好了台词一样，继续哭诉道：别的人我们都不想放心，我们把小杰送到王沁的医院了。医生说小杰脑子受到了重伤，要做手术才行，手术费要50万。你也知道离婚之后，家里唯一的房子都给你了，可小杰也是你的孩子啊，你不能不管呢。原来在这等着我了，把房子给我后又后悔了，现在想出一招，想要回去。我朝婆婆说道：那小杰的检查报告单你们有吧？给我看看。婆婆支支吾吾，半天没有回答。我冷笑一声，准备关门，可婆婆又拦住了我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小杰还在医院等着你的救命钱呢。我不客气地说道：我们离婚了，小杰归你们，我们当初说的好好的，你现在连小杰的检查单子都拿不出来，就想让我掏钱，做梦呢你！婆婆随即开始哭喊起来：夭寿啊，离了婚就不管孩子了，谁这么当妈呀？我们小杰真是命苦，亲妈有钱都不给治病。旁边的七大姑八大姨也纷纷插话：佳宁，你也真是的，离婚了，孩子还是你的骨肉，你怎么这么狠心，连孩子都不要？就是，没见过这么当妈的，这要放我们那年代，可是要被进猪笼的。小杰也真是造孽哦，摊上这种妈，要我说，当初就不该同意他们结婚。现在好了，苦了孩子，没准佳宁在外边有人了，才连孩子都不管。眼看着他们越说越离谱，旁边的邻居也开始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。我随机挑选了一个正在说话的人：大姨，我婆婆说你儿媳妇跑了，是因为你老公偷看儿媳妇洗澡，哄啧啧。没想到一大把年纪了，还做出这种事情，真是丢脸。你儿子现在娶到新老婆没？二姨，你不是一直找不到你儿子不结婚的原因吗？我婆婆说你儿子不举呢，现在在和男的乱搞，你们老赵家的祖宗都要气活了。三姑，我婆婆说你女儿一直怀不了孕，就是因为之前胎打太多了，小年纪不学好，天天跟着男人鬼混。还有你那个什么，我努力从记忆里想出名字，大伯妈。我婆婆说你天天拿着家里的钱补贴外面的野男人呢。话音刚落，周围瞬间安静了。这些七大姑八大姨纷纷用仇人的眼光看着婆婆，婆婆的脸瞬间涨得通红。哎，我没说过，佳宁你可不要乱说。大伯妈翻了个白眼，我们好心好意帮你才来的，没想到你到处说我们的坏话。既然这样，这个亲戚我们也不用当了。说完，他们便气哄哄地走了，只留下婆婆在后面无力地解释。婆婆临走之前狠狠瞪了我一眼：你给我等着。说完便追了上去。我向周围的邻居笑笑，就关上了大门。就这手段，还想和我要钱？没想到过了几天，网上突然爆出了一个儿子重病，离婚母亲不愿救助儿子的帖子。虽然没有指名道姓，但知道我们家情况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描述的是我，就差没有把我的名字贴上去了。我还没找他们算账，他们反而使这种不入流的手段了。我没回这个帖子，只等这个帖子越闹越大，评论里渐渐有了一些所谓的知情人士的爆料。
这个人一向心狠，儿子被开除了，也不给儿子找新学校。他离婚的时候，连儿子都不要，只要了家里的房子。什么人，大家应该都能看得出来，知道得这么清楚，不是婆婆那边的人，就是王庆那边的人。我没理他们。终于事情越滚越大，网上开始扒我的身份了。他们在网上肆意辱骂我和我的家人，我立马做了一个88页的 PPT 发在网上，从时间线开始理起，细说了我婆婆的重男轻女以及赵栋和王庆的出轨事迹，并且把我和小杰的亲子鉴定发了上去。网上一片震惊，风向纷纷调转，开始攻击起了那对狗男女。赵栋连夜打电话给我，要我删除这个 PPT。高佳宁，你什么意思？房子都给你了，你还出尔反尔？我嗤笑一声，出尔反尔的人是谁？赵栋，你心里没数吗？舍不得房子，又想把钱要回去，就编造你儿子出事。你脸怎么这么大？他说不过我，又提起了小杰的事。你早就知道小杰不是你儿子了，是不是？王庆小产也是你故意让小杰做的，你好歹毒的心，我怎么娶了你这种恶妇？赵栋，你和王庆做的那些勾当我可都知道，我要是你，现在就该想想怎么和老板解释，你的事业也到头了吧？说完我便把电话挂了。果然没多久就听到赵栋和王庆被开除的事情，听得我心情舒畅。离婚后，家里的房子给了我，赵栋他们都住在王庆家里。听说小杰因为不满家里的房间，经常耍脾气，破坏家里的家具，婆婆又纵容他。王庆想管教小杰，却也无从下手，只能天天生闷气。只是我没想到，一段时间后，赵栋和王庆不仅没分开，还要继续举行婚礼。婆婆特意给我送来请帖，趾高气扬地说，虽然我和赵栋离婚了，但是她有了王庆这个更有本事的新媳妇。王庆还带了100万嫁妆，这怎么可能？王庆之前还向我们家借了钱，我含笑接过了这个请帖，说我一定会去。我倒要看看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同时，我准备好一份大礼。婚礼那天，我远远看到了那个刀疤男，他躲在角落里和王庆拉拉扯扯。庆庆，你要的100万我给你拿来了，希望你以后能过上幸福的生活。王庆不耐烦地说道，现在我只想和我老公好好生活，谢谢你贺礼的100万。原来这100万是这个人给的。婚席上，婆婆拿着话筒炫耀她的新儿媳，话里话外地拿我和她比较。来的宾客基本都知道我们的事迹，看好戏的眼光不断从我身上扫过。婆婆走到我面前，大声说道，还好我们家赵栋和你离婚了，不然哪有庆庆这个宝贝儿媳呀，还带了100万嫁妆呢。宾客传来羡慕的眼神，王庆害羞地看着赵栋。看到这幅画面，我只觉得好笑。我起身抢走了婆婆的话筒，大声说道，感谢钱婆婆邀请我参加前夫和小三的婚宴，既然来了，我也不是空手来的，我给大家都带了一份礼物。说完，我把打印好的赵栋和小杰的亲子鉴定发给了每个来参加婚宴的人，当然也有那个刀疤脸。我向他提示道，你可能快有儿子了。他有些茫然地看着我，直到他看清楚了手里的东西，眼里闪过一丝惊喜。在场的宾客纷纷都用同情的目光看着赵栋。赵栋感觉到一丝不妙，他抢过一个宾客手里的亲子鉴定，脸瞬间绿了起来。他一巴掌甩在了王庆脸上，嘴里骂道，贱人！王庆被打懵了，不可置信地看着赵栋。婆婆不知道内情，连忙上来拉住赵栋，儿子，好好的日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
赵栋咬牙切齿地说：“小杰不是我的儿子。”婆婆一下子愣住了，干笑道：“这怎么可能呢？”王庆听到，眼里闪过一丝慌乱。直到婆婆确认赵栋不是说笑后，她一把抓住王庆的头发撕扯起来：“贱人，你竟然把那个杂种放到我们赵家，你不得好死！”刀疤脸看到王庆被打，着急地跑上来救出了王庆。“庆庆，你没事吧？”王庆流着泪摇摇头。婆婆看到多了个人插手，更生气了：“你是哪个瘪三？我们家的事你也敢来插手？”刀疤脸把王庆护在身后，坚定地说道：“我是小杰的爸爸。”一瞬间，宾客哗然，王庆的脸瞬间白了，赵栋的脸更绿了，配上婆婆愤怒的红脸，好一幅精彩的画面。我在台下看得差点笑岔了气。赵栋冲上去和刀疤脸殴打在一起，没了刀疤脸的保护，王庆暴露在了婆婆的视线里。婆婆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战斗，场下的宾客竟没有一人上来劝架。我看得他们打得差不多，便准备回家。临走时，警车来了，有人报了警，警察冲了进来，分开了殴打的4人，把刀疤脸带走了。原来刀疤脸是在逃的绑匪，他拿来做贺礼的100万是绑架别人勒索到的。他冲上台后，有人看到他和警方发的嫌疑人图像一模一样，便报了警。刀疤脸被带走，台上的3人面面相觑。我没继续看下去，也离开了。后来渐渐听说赵栋和王庆彻底闹崩了，他把小杰丢给了王庆，自己开始日夜酗酒，身体越来越差。王庆一边找工作，一边要照看小杰，可小杰性格被宠得十分顽劣，稍有不满，他就会对王庆拳打脚踢。再后来，我就没关注他们的生活了。女儿出院那天，我带着她去吃了她喜欢的食物，买了她喜欢的玩具。她高兴地说着：“谢谢妈妈。”忽而，她又皱起了眉头：“妈妈，我们不给哥哥买吗？”我认真地抱着她：“宝宝，以后没有哥哥、爸爸和奶奶了，咱们就和姥爷姥姥一起生活，好不好呀？”“好呀，妈妈。”女儿脸上又恢复了笑容。我拉着女儿走过一条昏暗的小巷，小巷出口就是明媚的阳光，冬日的暖阳洒在身上，温暖耀眼，驱散了我这段时间的阴霾。所幸冬天快要过了，春天马上来临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1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2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